昨天去了任小萱家，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现在有几个疑点。通过任小萱母亲的表述，任小萱性格孤僻，那凶手跟她究竟是什么关系？第二，为什么要更换头骨？这2点。还有，嫌疑人选择在操场埋尸，他和学校的关系是什么？对。尸体白骨化至少要1-2年，他又是什么时候换的头骨？对。你还有问题吗？我问完了。所以我们目前关注的重点，第一，我们要走访任小萱以前的同学，尽可能的找到有线索的关系人；第二，尽快确认头骨的更换时间，以此来缩小嫌疑人的范围。春楠，这人什么意思呀？会还没开完呢，得好好管一管。你懂什么？艺术家都这样。行了，散会。还没有告诉你我家的具体地址，你怎么找到的？兰花。兰花。啊，请进。谢谢。我们第一次在美术教室见面的时候，墙上挂了一幅画，画的就是这条街道。最醒目的就是这个开满兰花的阳台。那幅画是你画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左手小指的外侧有茧，那满墙的画里，只有那一幅画的笔触是从左上到右下的，只有左撇子才这么画画。观察倒是挺细致。你是一个人住啊？还有他。你随便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谢谢。这幅线画挺有意思的。有风的时候，风一吹，他的头发就会微微飘动，就像他活了一样。普通人听到这个都会害怕的。画家就是造奇境的嘛，为什么要害怕？都没画完呢。还没有想好他的脸应该怎么画。坐吧。找我什么事？是这样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学校美术组的学生都临摹过那个捐赠的头骨吗？当然临摹过，只不过没有想到临摹的是他的头骨。那些临摹头骨的画儿还在吗？现在应该都还在学校里。你现在方不方便带我去一趟学校？走。我们学校的美术成绩一直很好，这几年考上八大美院的就有200多个。你是想用素描画来确定头骨更换的时间？能考上八大美院的学生，对头骨细节特征一定画得特别准确。我唯一担心的是，这些画没能保存下来。美术室的习惯是留一些学生的临摹作业当做纪念。找到了，应该是这箱，这是这几年的学生的临摹作业。
看这个笔触，应该是你画的吧？那时候上课手痒，趁学生们画的时候，我也描了一张。那你现在看出来头骨是从什么时候被替换的了吗？就这一排。眼眶变大，额骨变高，下骨更加纤细。时间是2017年10月前后。看来你画的这张，也不是捐献的标本。任小璇的头骨已经被替换了。你画这么多头骨是要干嘛呀？这些都是任小贤头骨的临摹作品。所以呢，从这些画作的时间能推断出，任小璇的头骨是2017年10月前后被替换的。任小璇失踪是在2011年，时隔6年又回来更换头骨，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学校里的人？我问过曲老师，能够在美术史自由出入的人，只有美术老师和美术生。也就是说，能更换头骨的人，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的这些人。程队，任小璇的妈妈来了。那天你们走了之后，我又翻了好多地方。你们看这个，这孩子包了一个书皮，我一直以为是课本，没想到是日记。这个日记里面记录了好多孩子在学校被欺负的事情。他身边好像一直有一个男孩。这些都是废弃课桌的桌板。美术组的同学啊，就喜欢在上面刻字。这本日记一共224篇，上高中以后是89篇，大概6万字。这份日记是一个突破口，里面涉及很多重要关系人和关键信息，比如他曾长期遭受霸凌。哎呀，看这段描述，他好像还被人猥亵过，是吧？这么看来，任小璇的死，就有可能和霸凌猥亵他的人有关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侦查方向。另外，这日记里似乎还描述了一个他喜欢的男孩，也是一个关键线索。哎，你听这个啊，如果能当他的一根眉毛，好像也不错。你这写的根本就不通顺，感觉这孩子太拧巴了。阿言，少女的心事啊，像我们这种年轻人都理解不了，你们这代人呢，就更别提理解了。是，我岁数大了啊。去找找值班的女警，让他们帮咱们研究研究。刚才呢，我快速浏览了一遍日记，发现了几个关键词。何荣月怎么样？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，他说他不会写日日记，记在只会写尸检2011报年6告。月23号就停止更新了，也就是说，任小璇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就已经遇害了。哎，你这些我们都知道，你说点不知道的。说你刚才说那关键词儿。我多想代替阳光和雨水吻上你英俊的鼻峰。关键词：英俊。大家再看4月21号，关键词：阳光般的笑容。5月3号，阴丽的眉毛。5月22号，高挑的鼻梁。2天后，他又写了“我多么想成为他手中的画笔”。从这些描述中能看出来，任小璇因为遭受过霸凌和猥亵，极度缺乏安全感，所以他对这个男孩有种特殊的情感。感觉他写的这个男孩好像不太真实啊。这些描述都太抽象了，很难凭这个找到人。把所有的面部信息一汇总，是不是就可以画像？哦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现在基本可以确定，任小璇课桌板上画的少年，
应该就是他日记本里经常提起的那个人。阳光般的笑容，英丽的眉毛，高挺的鼻梁，日记本里都写了。我把关键词都圈出来了，你可以画像了。你还漏了一些，像这句：“清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他会用修长的手指去拨。”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不是光头，也不是寸头，而且头发还不短。你去哪儿？找地方画像，你随意。恨，怎么可以对我做出那样的事儿？侮辱，羞耻，也不敢反抗，只能发抖。长长的小拇指指甲。他曾经试图猥亵小璇，小璇却什么都没有说，也不敢反抗。猥亵小璇的人难道是老师？我是2年前调入学校从事管理工作的，对以前的情况一无所知啊。这个箱子是以前学校教职员工的资料，你先看看。9月的阳光正好，打在她分明的眉毛上，浓密的睫毛上，像童话秘境里草荫上斑驳的树荫。我想代替阳光和雨水，粉上你的鼻峰。你打完球，不管不顾地跑到水龙头下洗脸，充湿每一寸发丝。画完了吗？快了。先跟我去找个人吧。谁啊？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接着踢。赵子鹏，原来是这个学校的美术老师。2011年6月的时候，也就是任小璇转学失踪的那个月，他也被学校开除了，理由是猥亵女学生。他现在改名叫赵听涛，经营着画廊。站好了啊！少说话，多观察，别添乱。你好，请问你们赵总在吗？赵总在楼上会见客人，两位如果和赵总有约的话，需要稍等一下。啊，那个，那我们能先转转吗？可以啊，这边请。谢谢。
红点什么意思？这个红点代表的是交易次数，一般像摄影作品、版画这些可被复制的，每交易一次会标注一个红点。可是像油画这种独一无二的，一般被买下来就会直接从墙上撤走，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标记。有问题，油画放置时间长了，表层光油会被氧化，表面看起来发黄发暗。从表层光油的效果来看，这些大多都是2、3年内画的作品，可它标注的绘制年份却是从97年跨越到了06年，也就是说，这画上的时间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作画时间。从画框和墙面的磨损痕迹上看，这些画应该从挂上去就没再移动过。可墙上的标注只显示它们被交易过多次。最关键是从绘画技巧上看，这个画廊的每一个作品，无非就是2个人的手笔，可它标注的创作者却各不相同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这里交易的到底是什么，但肯定不是画作本身。您好，请喝水。让你们赵总立刻下来。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赵总在见一个很重要的客人，不方便。你去跟他说，楼下的客人更重要。北疆分局刑侦大队。警察同志，你们看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是不是之前在北疆七中做老师？对呀，他是你的学生。哦，不是，可我教过那么多学生，我哪能记住每张脸呢？记不住是吧？啊，行，那换个地方帮你想。警察同志们，我也是懂法之人，你们不能因为我记性不好就把我逮这儿来了。跟记性没关系。我承认，我卖过假画。你觉得你是因为卖假画的事，所以我们叫你来的？那还能有啥事儿啊？你卖的真的是画吗？你卖的不是画，是人。那些画上的时间不是绘画的时间，而是女孩的出生年份。那幅亚维农少女是毕加索的仿画，毕加索本想给她取名为《罪恶的报酬》。他周围的画作都是写实派，代表的是成年女性，而这幅看不清人脸的立体派，年份显示的是2006年，说明女孩的年龄只有15岁。你再把15岁的少女当成商品来交易，以经营画廊为虚，组织卖淫为实。警察同志们，我说你们真有想象力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品经销商。严肃点儿！是不是真的有？我们跟着你的客户名单查一下就知道。组织卖淫的事儿我认，我把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，我争取立功。先不说别的，任小轩，我没杀他。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任小轩当年虽然转学了，但是他失踪的消息很快在我们老师之间就传开了。
这几天又听说期中操场挖出尸骨，你们又问起他，那一定就是任小璇了。把你当年猥亵任小璇的事交代一下吧。猥亵啊？任小璇的日记本里都写了整个事情的经过。小璇啊，这么用功的啊？啊，你这暗面画的不对，让我来教你。按照我的力量来。你的手抖得这么厉害干嘛？放松，对。不是警察同志，这全都是误会啊！那根本就算不上猥亵。再说，我也没得手啊。来的那个学生长什么样？我真记不清楚。再好好想想。我真记不得了，警察同志。我当时也喝了酒，我就那么晃了一眼。再说我也不敢盯着他看啊，我还怕他看见我呢。不是，警察同志们，一定要相信我。我也希望你们能尽快找到他，他能证明我那天什么也没干。和这个人长得像吗？我真的记不太清了，我只记得他好像是很瘦，然后个子不高。哎呦，10几岁半大的孩子长得都差不多，跑不了，一定是当年美术组那几个坏孩子当中的一个。小璇日记里提到的男朋友，你有印象吗？没有。可能对于画画的人来说，印象都不在脑子里。毕竟，我们都是用手来记忆的人。美术教室里的阳光正好打在她分明的眉毛、浓密的睫毛上，像童话秘境里草荫上斑驳的树叶。画着画着，她就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。她一定很热爱画画。我想代替阳光和雨水，吻上你的鼻峰。你打完球，不管不顾地跑到水龙头下洗脸，充实了每一寸发丝。我们仿佛永远分离，却又终身相依。我们那个时候美术组是不分年级的，大家都在一块儿画，但那个男孩，我真的没什么印象。那这些名字你有印象吗？都是当年美术组的，有和小璇一样是高一的，
也有跟我一样是高3的，我们现在还经常在一块儿聚会什么的。怎么了？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谢谢你帮我们组织这场同学聚会。毕竟是认识的人，我也想知道真相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留下来？留在这里当美术老师，会埋没你的才华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当警察？我看过你的画，水平远超一个普通的画像师。画家半年不一定卖出一张画，画像师可以按月发工资。我才不信。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以你的才华，完全可以去国内一流的美院继续深造，去跟更优秀的艺术家交流。为什么要留在这儿？艺术，纯粹的艺术太难实现了，名利和虚荣很容易让人迷失。我更愿意留在学校，教那些真正热爱艺术的孩子们。你刚才没说实话。是你早就预设好了答案，所以我怎么说都不对。小妹，看着都不太像。在这儿聚会是不是感觉特别亲切啊？当然啊，那是好久我们那个时候美术组就躲在这个泳池里边谈天说地，画画涂鸦。对对对，这栋楼可藏着我们曾经的青春呢。喝一个吧。走一个，师姐，不是说有什么节目吗？什么节目？一个小游戏，考考大家的墨画能力。你们几个帮我把那个画板转过来一下。好。想想我们当初那么熟悉，现在又那么陌生。这些年过去，大家还记得多少当年的人和事儿呢？行啊，师姐，你说怎么玩？我跟。这个箱子里面有一些纸签，都是我写的当年我们美术组成员的一些特征。每人抽一张，抽出来之后就在黑板上画，然后其他人看猜不猜得出来，怎么样？行啊，可以，来。那我先来。行，来吧。他的脸上总是浮着一层油，眼睛像2颗浮在油上的小黑豆。这画面试试，这画一直是吧？这招挺聪明啊，徐老师他自己先画，那来的人就不会起疑心了。后面的纸签里写的都是小学日记里对那个喜欢男孩的外观描述。如果说这里面真的有他喜欢的那个男孩，或者说认识那个男孩的，那对这些描述一定有特殊的反应。就不周子鹏吗？还差一笔才完美。来，写给我。他的精髓啊，在这，我跟你说。精髓了吧？就这样，画挺像啊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对你们来说没什么难度啊？确实的，好到位好。那要不然这样，换个玩法。行啊，行。同一张纸条，同一个人，我们一起画，看谁画得更快更好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行啊，没问题啊，我就手痒。好，那来吧。我跟你们讲，肯定是我赢。你上学都没玩。
去。10年没有下过冰雪。清风拂过他的脸，吹起他的头发，露出他高挑的鼻峰，浓密的、长长的睫毛，阳光般的笑容。阴丽分明的眉毛，浓密又帅气，映衬他的脸庞是那么的温柔。嘘，早知道进来这么久就带点吃的了。我有。嘘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像许晨啊？不是，许晨哪有这么时髦的发型？肯定不是啊。那谁啊？我觉得像王一琦。再不画的话，真的要输了。其他人都是每听到一个描述才添一笔，这过程中有犹豫，还有修改。这说明其他人不知道自己要画的是谁，或者说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。只有他愣了很久才开始画，但下笔果断，一鼓作气，没有犹豫。那么很可能他在听到这些描述的时候，就已经知道自己要画的是谁。同一批美术生当中，你的画工是最好的，怎么这回画的最慢了？因为我不确定是谁。下笔有力，情绪饱满，能感觉到他在把自己一直压抑的情绪释放和宣泄。是他吧？要么认识，要么看过日记。安心，你这次把大家叫来，应该不单是为了组织一次聚会吧？不是他找你，是我们要找你。你看过他的日记，对不对？他的日记里写了一个他喜欢的男孩，是你吧？一开始，我也以为他喜欢的人是我。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篮球场上，那天是愚人节，下着雨，我记得很清楚。后来他经常会看我打球，还会在篮球场外默默为我加油到天黑。他会在美术课的时候偷偷望向我的方向，会在吃饭的时候坐得离我很近。但是在其他地方，他从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，甚至抬头看我一眼。最开始我以为他是不好意思、害羞，
后来我偷看了他的日记，我才知道他画在桌板上那个背影不是我。所以你就霸凌他。5月3号雨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最近一直在针对我。我的日记被他翻出来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念我的日记，他笑得那么大声，我真恨不得立刻去死。5月15日，我又被罚跑了。我知道还是因为他，可不知道怎么向老师解释。同学们谁也不会替我作证。5月18日，没想到我的课本里有一只死鸟，我害怕极了。我知道，一定是他。6月5日，在雨天骑车是我最害怕的事儿，可偏偏又遇到他。我摔倒在水里，看着他的背影。不要再读了。这就是你在他日记里的样子。我只是想知道日记里那个人是谁。是谁？不知道。我还特意留意了我们那一届所有男生，没有发现那个人。根据目前的调查，基本可以确定，赵子鹏和田玲与任小璇的死亡都没有直接关系。那么任小璇日记中提供的线索，只剩下那个男孩了。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，找到的所有和任小璇有关的人，都说不知道这个男孩是谁。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到了。到了。你就住这儿啊？连个灯都没有。路灯坏了很久了，早习惯了。谢谢。那天是愚人节，下着雨。他在日记里说谎了。
是谁迷失在黑暗？遗憾或背叛，难道就此尘封了答案？分了世界上演，黑白是非纠缠，谁都未能幸免，就让手中画笔去转这一线，解构尘世间迷惘沦陷，笔尖去解开人心虚情假面，去灵魂真相，说善恶之源。就算乌云漫天，仍要驶往彼岸真相。